老 K 昨天犯了個小錯誤，因為兒子幫我做後期嘛。昨天關於15名裁判專家對阿根廷和埃及隊比賽不同的意見，其實我截了圖了，當時應該在視頻裡面發給兒子，讓他後期的時候貼出來。其實我都想起來了，但一念之差，當時覺得可能沒必要。結果我發現評論區不止一個人質疑到底有沒有這個新聞啊？還有人說你找埃及裁判，那他當然幫着埃及說了，還真不是。15個裁判裡面3個埃及裁判竟然有一個認為判罰沒有問題。另外覺得判罰有問題的有美國裁判、英格蘭裁判、西班牙裁判，但這都不重要。我相信爭議仍然不會完全的消散，甚至老 K 今天專門補充說這一點，仍然會有對我的爭議。但謝謝大家沒有進行惡毒的人身攻擊，這種事情過去幾十年老 K 看了幾十年的球，見過太多了。像切爾西和巴塞羅那的斯坦福橋慘案，還有2010年世界杯1/8決賽墨西哥輸給阿根廷，當時特維斯明顯越位的位置頭球破門，阿根廷也正是憑借這裡誤判的進球晉級了8強。同樣的，阿根廷吃虧的時候也有06年德國世界杯1/8決賽，90分鐘常規時間的最後一刻，梅西的一腳門前推射絕殺進球，但被邊裁錯誤的吹罰了越位，進球無效，被迫拖入加时賽。雖然贏了，但3天以後1/4決賽又對陣東道主德國，連續作戰體能不足，120分鐘1-1戰平，點球大戰惜敗德國。還有2014年巴西世界杯決賽，阿根廷對德國也有2次關鍵的判罰爭議，只是不知道還有多少人記得。足球這件事，有時候你會通過裁判獲益，有時候會吃虧，但我個人是非常喜歡這些爭議。只是比賽已經結束了2天，後面的比賽還得一場一場踢。老 K 個人的意見已經在視頻裡面說得很清楚，不會再重複了。但我確實建議大家學會放下。你聽我在 YouTube 的直播，或者聽老 K 講足球，都知道我是一個情緒很容易激動的人。但只要你足夠的熱愛足球，熱愛生活，隨着你看過的比賽越來越多，生活中見過的爭議越來越多，你總會慢慢明白，無論你覺得自己多麼的有道理，但產生的爭執也就3分鐘的熱情。馬拉多納1986年的上帝之手，手球打進一個，但最後和英格蘭的球員萊因克爾、史蒂夫·霍奇、約翰·巴恩斯也和解了，貝克漢姆和西蒙尼也和解了。你可以選擇放不下，同樣的也可以選擇放下。不過冷知識，當时1986年的英格蘭門将希尔顿40多年來仍然是耿耿於懷。馬拉多納生前曾經多次想安排2個人見面，但馬拉多納也一直拒絕正式的當面道歉。馬拉多納自己的觀點是，66年世界杯英格蘭也有一粒越過了門線的爭議進球，在足球史上誤判本就一直存在，馬拉多納自己不會為此單獨道歉。所以在馬拉多納去世前，2個人終身沒有再碰過面，直到馬拉多納去世多年以後，26年今年，老門將希爾頓終於公開表態，自己的內心已經慢慢的放下了這件事，不再心懷怨恨。但可惜的是，2人生前終究沒能見面或和解。也許短期看，為了一場比賽的勝負，足球會讓人群爭執分裂，但長期看，老 K 始終相信足球會讓全人類更加的團結。老 K 最喜歡的2個故事：二戰期間1942年烏克蘭基輔，有一群前吉普迪納摩的職業球員被迫在德軍的面包工廠做工糊口，他們自發組建了一支球隊叫 Start， 每天白天做工10幾個小時，吃不飽飯，球鞋也破舊，但接連擊敗了德軍多支駐軍的球隊，接連的7場全勝，不斷的擊潰納粹德國士兵組成的球隊，鼓舞着城裡的民眾的士氣。這時候納粹德國派出了一支精銳球隊，隊員全都是空軍的軍官。第一次较量，烏克蘭球隊仍然5-1大勝，納粹顏面盡失，強行安排重賽。賽前，納粹軍官警告球員們，這場比賽你們必須輸，如果敢贏，球員和家人全部抓進集中營處死。但上半場，烏克蘭隊仍然3-1領先。中場休息的時候，黨衛軍軍官進入了更衣室，發布最後通牒，贏球必死。在烏克蘭球員短暫的沉默之後，他們決定最終為尊嚴而戰。下半場，德國人瘋狂的犯規，瘋狂的衝撞，動作非常兇狠，裁判也不管，比分一度被追到了3-3平。但這時候，門将特魯塞維奇衝着隊友們大喊：“我們寧願站着死，不能跪着輸！”全隊最後的時間全力進攻，最終5-3戰勝了德軍的球隊。比賽結束以後，有許多球員陸續的被秘密抓捕，押往了娘子谷集中營槍殺。這個真實的事件後來被改編成電影《勝利大逃亡》。電影給了一個喜劇的結尾，但現實往往更殘酷。而在一戰期間，當時聖誕節，在西線的比利時弗蘭德斯的戰場，英國軍隊、德國軍隊已經在一起廝殺了4個多月，戰壕只隔了幾十米。
那一年平安夜當晚，德軍的戰壕裡面掛起了聖誕蠟燭、聖誕樹，士兵們唱起了聖誕頌歌。對面的英軍也被感染了，開始跟着合唱。兩邊的士兵就隔着無人區互相喊話問候。第二天，士兵們自發地走出戰壕，雙方決定臨時休戰2天。德軍和英軍的士兵們交換着香煙、罐頭、紐扣，有人撿來了空牛肉罐頭，用舊布包裹上稻草，做成了一個簡易的足球。兩軍的士兵就這樣拋開了身份，在布滿彈坑、泥濘、結了冰的無人地帶踢着野球，沒有裁判，沒有陣型，士兵們自發地輪番上陣，泥巴沾滿了全身。在有正式記錄的一場比賽，德軍3-2戰勝了英軍。但2天短暫的和平過後，兩國的高層都下達了嚴令，禁止私下休戰。炮火重新響起，曾經在一起歡快的擁抱、一起踢球的人們又開始互相廝殺。許多當天一起踢過球的士兵，幾周以後就戰死沙場。所以炮火可以停下來1天2天，可仇恨戰爭卻很難在一夜之間消散。時至今日，歐洲的許多球場每年到了聖誕，在英超或德國都會紀念這場特殊的球賽。所以老 K 最喜歡的足球在街頭，孩子們甚至成年人們隨便找個什麼東西，空罐頭或者汽水瓶子，就這樣你來我往的奔跑間，煩惱、焦慮或者生活的瑣事都可以暫時拋在腦後。那一刻是沒有身份的差別的，也沒有生活的疲憊。哪怕你只是坐在旁邊靜靜地看着他們，你也很容易被感染，所有的心會凝聚在一起，簡簡單單的就為了腳下這一個球，就為了這純粹的快樂。所以哪怕再絕望的環境下，足球可以維繫普通人僅存的一點自由，可以維繫那一點點精神寄托。所以感謝大家對節目的支持，感謝您的訂閱，也感謝您的點讚、熱推和分享。除了絕對的惡意之外，無論什麼意見，我都希望您在評論區寫下來。就像過去的南非大主教、諾貝爾和平獎德斯蒙德·图图說的，人無法脫離他人而獨自完整，我們是在彼此的交談和互動中才成為完整的自己。那麼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好，我們繼續。進入1/4決賽之後，每天的比賽只有1場，敏感的你的心就能夠知道，這樣的日子正在當下發生，也正在離我們遠去。那麼西班牙對比利時，先說結論，看好西班牙獲勝。90分鐘最可能的比分1-0或2-0。而在賠率和博彩市場方面，這場比賽散戶資金和專業資金出現了罕見的高度的共識，集體力挺西班牙。大概有80%的大眾散戶資金都砸向了西班牙在常規時間能夠取勝，而高達87%的大額的專業投注單也同樣重倉了西班牙。但在大小球方面，散戶是湧向了大球，職業玩家、專業資金呢，則瘋狂地吃進正105左右的小球盤口。這是因為西班牙的傳控的節奏，比賽的回合數可能會大大壓縮。專業資金認為這場很難打出對攻的大球，而華爾街和體育博彩專家方面都指出，比利時能走到8強帶有很大的欺騙性。他們在小組賽表現掙扎，淘汰賽雖然大勝了美國，但那是因為美國對自己的防線出現了一系列災難性離譜的失誤。而現在面對西班牙，羅德里和佩德里坐鎮的歷史級別的中場，比利时不可能再獲得輕鬆的反擊空間。OddsShark 的專業分析師說，西班牙的戰術是完美的，當他們沒有球權的時候，高強度壓制讓對手連3秒鐘都很難拿穩球。當他們有球權的時候，西班牙用近乎無聊的傳控會消磨你的鬥志。高盛集團也認為，西班牙是本屆世界杯最終奪冠最大的熱門，預測他們在1/4決賽可以穩穩地淘汰比利時。所以專家們推薦的方案，既可以走西班牙在90分鐘內的獨贏，也可以選擇全場總進球數小於 2.5， 或者來個組合，西班牙贏並且兩隊不能同時進球。而在球員市場方面，專家普遍看好奧亞薩瓦爾的表現，推薦選他至少有1次射正，或者任意時間能夠進球。那麼今天這場比賽，咱們要說到現在定海神針，全世界踢後腰位置最穩的羅德里。羅德里前一段時間因為在曼城重傷過，在俱樂部的表現還沒有回到過去那個金球獎羅德里最巔峰的水平，但是在國家隊在本屆世界杯他是越踢越好，越踢越穩。而他跟老 K 還挺像的，我們都踢6號位，最喜歡6號位。這裡有許多鮮為人知的故事。羅德里從小是個不折不扣的數據狂魔，是個足球分析師。在他還只有5、6歲的時候，他只要看一場足球比賽，就總能將场上所有球員的名字、球衣的號碼、換人的時間，
甚至誰吃了黃牌都記得一清二楚。羅德里的父親為了應付兒子的拷問，被迫在家裡面買了一台錄像機，將所有比賽都錄下來。每天晚上，小羅德里就拉着父親一起復盤。如果父親記錯了某個細節，小羅德里立刻會像個小裁判一樣嚴肅地糾正他。另外，現在許多足球運動員為了標新立異，都喜歡把球衣的下擺扯出來，或者平時穿衣服也是鬆鬆垮垮。但羅德里從他8歲在馬德里當地的拉約馬哈達翁達這個俱樂部踢球的時候，他就開始有了一個雷打不動的習慣，必須把球衣整整齊齊地扎進短褲裡。這個習慣一直保持到今天。小時候還因為這個，教練和隊友們經常笑話他，就像個去政府機關上班的公務員。但小羅德里自己認為這樣才能更專業，而且更舒服，根本不理會別人的嘲笑。在他10歲左右，身體還沒有發育，他是隊裡最矮小的孩子。但他能夠留下來的原因，不是因為技術有多華麗，而是因為他擁有超出年齡的球商。當別的孩子拿到球總想連過5人去射門的時候，小羅德里總是靜靜地觀察隊友的位置。他經常在場上像個教練一樣，大喊着指揮隊友們應該怎麼跑位。當時青訓教練甚至經常在戰術課上問他：羅德里哥，你覺得我們下半場應該怎麼防守？所以隊友們背地裡經常叫他小教授。另外，他的爸爸媽媽非常注重他的全面發展，認為踢足球不是唯一的出路。所以當他11、12歲的時候，每個夏天父母會無情地打包把他送到美國參加英語夏令營。有一次他去的是美國東北部的森林生存營，那裡不僅沒有足球，而且每天要進行高強度的野外的徒步，還有體能訓練，伙食也很差。小羅德里每天在營地裡就餓得肚子直叫，但他沒有哭鬧，沒有說要回家，而是硬生生就堅持了下來，順便練就了一口美式英語的口音。所以他從小就明白什麼叫做吃苦。而在後來智能手機和 PlayStation 遊戲機開始普及的年代，小羅德里的童年裡根本就沒有這些電子產品。父母曾經問他過生日想要什麼禮物呀？別的孩子一般都是要 PSP 或者最新款的球鞋，羅德里卻只要了一個普通的真皮足球和一本書。所以他小時候放學唯一的娛樂就是在社區的硬地廣場和哥哥們踢球，直到天黑的看不見球了才回家。而後來他這從小養成的克制和隨時的清醒，似乎就刻在了骨子裡。後來的羅德里在馬競、在比利亞雷亞爾的青訓時期，他的性格和特質更加鮮明。他甚至是隊友眼中的怪胎，也是教練眼中的異類。羅德里在馬競青訓營的時候，並沒有住在基地，他的家就住在馬德里郊區的德拉卡尼亞達。每天放學後，他要倒3次公交車或者輕軌，要花上近2個小時才能趕到馬競的訓練基地。訓練完再坐同樣的車回家。而他在公車上還經常將書包就墊在膝蓋上，在搖搖晃晃的車廂裡瘋狂地寫歷史作業或者寫數學作業。那時候青訓營的孩子們大多虛榮心很強嘛，大家都喜歡攀比誰穿了耐克、阿迪達斯最新款的彩色的刺客或者獵鷹球鞋呀。但羅德里不同，他的球鞋永遠是去特價店裡買的，最基礎的黑色的款式，而且總是球鞋穿到腳趾都快頂破了也捨不得換。還有最讓教練們印象深刻的是，別的孩子訓練完總會把球鞋擦得反光亮，而羅德里的鞋總是沾滿了泥巴。他曾對教練說，足球鞋是用來踢球的，不是用來展示給誰看的。但17歲那年，馬競的青訓主管通知羅德里，他被解約了，理由是身體太瘦弱，沒有職業球員的前途。這對於任何一個參加青訓的孩子來說都是毀滅性的打擊。得到這個消息，他的父母在車子裡難過地流下了眼淚，覺得兒子的足球夢碎了。可是17歲的羅德里表現得異常冷靜，他倒反過來拍着父母的肩膀說，別擔心，馬競不要我是他們的損失，我去別的俱樂部一樣能踢出來。當時這種超越年齡的心理素質讓父母都極為震撼。緊接着在被馬競淘汰後，羅德里立刻加盟了比利亞雷亞爾的青年隊。當時他的身高開始瘋長了，但身體仍然輕飄飄的，就像一根竹竿。為了讓他能適應職業的對抗，青訓營給他制定了很嚴格的吃肉增重計劃。而由於當時他還在上高中，營養師就要求你不僅在俱樂部要這麼吃，回了學校也得加餐。於是每天上學的羅德里書包裡除了課本，還塞滿了俱樂部準備的雞胸肉三明治、高蛋白的能量棒。有時候在學校，別的同學在聊天，他就在座位上一個人默默地啃肉吃。而當他到了比雷亞雷亞爾 B 隊預備隊踢球的時候，偶爾會被抽調到一線隊陪練。
這種時候，許多年輕球員和西甲的球星一起訓練，總是戰戰兢兢的，傳球連大氣都不敢喘。但羅德里不同，他在場上拿到球都會毫無懼色地指揮一線隊的西甲名將們：“你往左邊跑，注意你身後的防守球員。”這給當時西甲的老油條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時一線隊的隊長布魯諾·索里亞諾不僅沒有生氣，反而對着青訓教練說：“這個小家伙腦子裡裝的是主教練的戰術板，他以後絕對是個大人物。”2015年，羅德里作為中場核心，率領着西班牙 U19 國家隊拿到了歐洲 U19 錦標賽冠軍。這一屆比賽也讓他的名字走向了全歐洲。那天奪冠當晚，西班牙的小伙子們徹底玩嗨了，這也包括後來的球星阿森西奧、塞巴略斯等等，全隊都瘋狂的慶祝，準備前往當地的夜店蹦迪，徹夜狂歡。但作為奪冠最大功臣之一，羅德里只是在更衣室敷衍的慶祝了一下，合完影後就直接開溜了。咱們的這個老幹部啊，當隊友們在夜店喝酒跳舞的時候，他一個人默默地坐在酒店房間裡，打開台燈，拿出了大學寄給他的考前複習資料和筆記本，在寫作業和背經濟學公式。後來接受採訪的時候，他說：“奪冠很開心，但我的期末考試並不會因為我拿了冠軍就免考。”所以追隨着 U19 國家隊參加這屆比賽之前，許多國腳的行李箱裡都塞滿了最新款的降噪耳機、平板電腦、潮牌的服裝，甚至是遊戲機。可海關檢查的時候，隊友們發現羅德里的行李箱，發現除了幾套換洗穿的西班牙队的訓練服或者日常的服裝，裡面幾乎沒有任何娛樂設備，反而塞了好幾本厚厚的工商管理的教材。队友们當時就像看外星人一樣看着羅德里，給他取了個外號叫大學教授。還有當時在那支球隊中，阿森西奧是技術最華麗的，名氣也是最大的天才的邊鋒，但踢球風格有些隨性，喜歡單打獨鬥。在和法國的半決賽中，阿森西奧有一次在前場帶球過多被斷掉，導致對手打出反擊。而同樣年僅19歲、長相老成的羅德里，直接在場上對着阿森西奧破口大罵，憤怒地指揮他立刻回防，這讓場邊觀戰的西班牙足協官員都看呆了。因為羅德里當時的神態還有那種嚴厲的態度，根本就不像同年齡的年輕的隊友，反而像一個執教了20年的古板的老教練。後來拿到歐洲冠軍以後，西班牙足協給這群年輕的國腳發放了一筆豐厚的贏球獎金。許多隊友拿到錢第一件事就買名牌的手錶或者高檔的潮鞋啊等等。而這時候羅德里展現出他明顯的反差，他直接把這筆獎金轉賬給了他在馬德里的父親，並且打電話說：“爸爸，獎金發了，你幫我存在銀行裡買定期，或者看看有沒有什麼穩妥的理財產品。”這個羅德里甚至連一頓高檔的晚餐都沒捨得請自己吃，所以他真的就是用這種最極致的自律和近乎古板的清醒，一步一步成為了現在這個金球獎先生。對了，羅德里的爸爸呀，同樣很理性，他在公司裡工作，對經濟學、商業都比較擅長。就在後來羅德里成名之後，拿到了人生第一份100萬年薪的職業合同當天，許多家庭可能會開香檳大肆的慶祝，但羅德里爸爸給他潑了一盆冷水。原話是：“孩子，職業球員的生涯就像是一台家用電器，是有保修期的。你的保修期最多到35歲，35歲之後，如果你沒有腦子、沒有知識，你的人生就徹底報廢了。”所以這就是為什麼羅德里當時死活要一邊踢着西甲，一邊還要把大學讀完的根本原因。他是想為自己過了保修期之後的生活打好基礎。而他的媽媽呢，是一位非常傳統的西班牙的母親。在他眼裡，兒子不管拿了什麼冠軍，回到家依然需要被管教。因為咱們羅德里在英超、在歐冠賽場拿獎拿到手軟嘛。有一次他把大大小小的全場最佳球員 MVP 的獎杯，還有西甲、英超各種獎牌帶回了馬德里的老家，得意的就擺在自己臥室裡。結果第二天媽媽進去打掃衛生，一邊搬動着這些沉重的獎杯，一邊抱怨：“你弄這麼多鐵疙瘩放在這裡，全都是灰塵，擦起來累死了。下次能不能少帶點這玩意兒回家？”嘿嘿。甚至在羅德里拿到了金球獎之後，媽媽最關心的依然是他在曼徹斯特有沒有好好吃蔬菜呀。還有爺爺，羅德里的爺爺是他足球道路上最忠實的觀眾，但同時也是最嚴厲的批評者。當小羅德里在比利亞雷亞爾和馬競剛剛踢出點名堂，媒體就開始瘋狂的吹捧，他是新布斯克茨，是西班牙隊未來10年的基石。這時候羅德里有些飄飄然的回家看爺爺，爺爺一句話沒有誇獎，而是直接丟給他一份當地的體育報紙。羅德里以為爺爺要看屬於羅德里的頭條新聞，結果爺爺指着報紙角落有一篇關於
傷病退役的球星現狀的慘淡的悲慘的報道說，看看這個，如果你不好好學習，明天斷了腿，你就會變成這樣。所以這老爺子也是用極其硬核的方式，直接把羅德里的虛榮心砸得粉碎。而咱們羅德里在自己剛剛拿到駕照的時候，他給了爸爸3000歐元，爸爸幫他從一個老奶奶那裡買了一輛只值4000歐元、屏幕只有8厘米大的二手的歐寶的可賽啊。羅德里就開着這輛車去比利亞雷亞爾訓練，天天被隊友嘲笑。喜歡他的球迷們編了許多段子，其中最著名的有這麼一段，說他來到了曼城以後啊，作為贊助協議的一部分，曼城俱樂部給每個球員發了一輛昂貴的全新的奧迪的豪車，羅德里只能不得不告別了他那輛二手的破歐寶。可當他將這輛嶄新的豪車開回西班牙度假的時候，全家人都上陣幫羅德里出謀劃策啊，不是為了炫耀，而是為了把車藏起來。父親和哥哥幫他在老家找了一個極其偏僻隱蔽的地下車庫，每次出門羅德里都要戴着帽子和口罩，生怕被鄰居和以前的同學們看見。全家人達成了一種共識，說啊，開這種豪車太招搖了，讓人覺得我們家是暴發戶啊，能不開就不要開。哎，這是段子，但真事呢是確實在曼城效力了幾年，拿到了英超頂薪。羅德里在贊助商和家人的共同勸說下，終於告別了那輛二手的歐寶可賽啊，換了一輛奧迪。可即使換了車，他也是隊裡面開的最保守、開的最慢的人。凱爾沃克就曾經開玩笑說，只要你在曼徹斯特的路上，如果你看到一輛豪車開得比老奶奶散步還要慢，那裡面坐着的絕對是羅德里。他變道的時候甚至會提前500米就要打轉向燈。嘿嘿，所以羅德里有趣的故事多得很。他後來在大學攻讀工商管理和經濟學，也有許多教授們、同學們哭笑不得的故事。當時雖然在西甲他已經小有名氣，但從來沒有在學校裡享受過任何特權。只要遇到考試不及格，他也必須和普通學生一樣參加補考。曾經有教授得知了他的身份，主動詢問啊，需不需要特殊照顧啊，要不要延長交作業的期限啊？羅德里直接就拒絕了。他堅持要和所有的同學在完全相同的規則下競爭，所以他在大學期間生活完全是地獄模式。每天早上要開車去比利亞雷亞爾的基地進行高強度的職業訓練，下午一結束立刻開車衝回大學上課，晚上再回到宿舍複習。像遇到打西甲或者歐聯杯客場比賽的時候，其他隊友在飛機上打遊戲、聽歌或者睡覺，羅德里總會默默地拿出厚厚的微觀經濟學的課本和高數的題庫，在飛機的轟鳴聲中通宵的刷題。而在他剛剛搬進大學學生宿舍的時候，他的大學室友其實不怎麼看足球。2個人剛認識的時候，羅德里說自己是踢球的，室友還以為他只是在當地某個業餘俱樂部混混，或者是大學校隊的。直到有一天晚上，室友打開電視看西甲直播，居然發現電視裡面羅德里正在跟巴塞羅那、皇馬的巨星們同場競技，室友當場就驚掉了下巴。而等羅德里回宿舍以後，卻只是憨厚地笑了笑。另外，雖然大學時期羅德里已經開始拿職業球員的贏球獎金，薪水相當豐厚，但他的同學們發現他摳門的就像個鐵公雞，從來不買名牌衣服，去學校食堂吃飯甚至會為了幾歐元的套餐折扣還要去排長隊。羅德里曾經向同學們透露，他的職業合同的收入全部交由父親管理和投資，他自己只留極少的生活費。他認為大學期間唯一的財富就是知識，而不是銀行賬戶裡的數字。所以這個一邊拿着職業球員的薪水，一邊要堅持住在大學的學生宿舍，大家就經常看到這個西甲球星在宿舍裡自己洗衣服，去食堂排隊打飯。還有一次比利亞雷亞爾全隊要坐大巴去瓦倫西亞踢西甲的客場比賽，但羅德里因為在宿舍裡複習功課太投入了，竟然錯過了球隊的大巴。那麼冷知識，羅德里也是當代球星當中極少數完全不使用任何社交媒體。據說沒有 Instagram， 也沒有推特，也沒有 TikTok。不僅如此，他連紋身都沒有。他的原則很簡單，一旦離開球場，雙腳就必須踩在泥土裡，過最普通的生活。所以曼城的隊友們經常吐槽說羅德里的穿搭毫無審美感，覺得他的衣服古板的就像個老幹部。但羅德里是自得其樂呀，他經常和隊友開玩笑說，我不會說 English， 我說的是 American English。就是說我不會說英式英語，我說的是美式英語。所以隊友們也總是拿他的口音開涮。對了，前面不是說過嗎？他在馬競青訓隊被教練開除，說他身材太矮小，缺乏身體對抗能力。可被淘汰後去了比利亞雷亞爾，身體迎來了2次發育，
一下子蹿到了1.9米。後來馬競不得不花費了上千萬歐元，又把它買回來，狠狠打了自己當年的臉。咱們罗德里的奶奶也挺有意思，雖然孫子都開始踢職業聯賽了，但他其實不太搞得懂孫子在忙什麼，因為每次看到羅德里天不亮就出門，晚上很晚才回來，衣服上永遠是泥巴，人也累得筋疲力竭的。奶奶很心疼，以為孫子在外面幹什麼辛苦的體力活。而直到有一次，鄰居拉着奶奶在電視上看西甲的比賽，指着裡面正在和皇馬球星拼搶的羅德里說：“看，那是你孫子。”奶奶看了一會兒，嘆了口氣說：“這孩子在電視裡跑得滿頭大汗，怎麼也不給人家多發件衣服換換。”好，那麼屬於咱們老幹部羅德里的愛情又是怎樣的呢？那也絕對是一股清流啊！他和女友瓦倫蒂娜，現在一個是金球獎的足球先生，另一個是救死扶傷的醫生。當時羅德里攻讀工商管理和經濟學，瓦倫蒂娜攻讀醫學學位。直到24年，羅德里歷史性的拿到了金球獎，瓦倫蒂娜陪着他出席了盛典，全世界球迷才驚嘆：哇，原來羅德里有一個這麼漂亮而且低調的女朋友。對了，在參加金球獎之前，瓦倫蒂娜的個人社交媒體賬號也設置了私密，而且粉絲量少得可憐，那時候全都是他的醫學院同學和家人。而即使在羅德里成為了世界第一中場以後，瓦倫蒂娜也堅決不利用羅德里的名氣接任何商業廣告或者做網紅。在他眼裡，通過醫學考試去醫院裡值班，這也許要重要得多。羅德里自己就曾經透露過，有時候他自己在客場進球，興高采烈地在更衣室給瓦倫蒂娜打視頻電話分享喜悅。可接通電話以後，屏幕那頭的瓦倫蒂娜往往是身穿着白大褂，手裡拿着聽診器或者醫學報告，一臉冷靜地對羅德里說：“踢得不錯，親愛的，不過我5分鐘後還有個手術，先不聊了啊，你記得多喝水。”就這種降維打擊總能讓巨星羅德里瞬間就老實下來。還有，當羅德里加盟曼城搬到了英格蘭以後，瓦倫蒂娜並沒有過全職富太太的生活，而是繼續申請在當地的醫療系統工作和學習。所以他倆在曼徹斯特的家布置的就像一個普通的年輕白領的公寓，沒有豪華的車隊，沒有誇張的私人派對，兩個人閒暇娛樂就是一起做飯、看電影，或者討論各自專業領域的學術問題。這年收入已經上千萬歐元的小兩口，經常是穿着最普通的運動服和衛衣，手牽手就在曼徹斯特當地普通的超市排隊買打折的蔬菜或者日用品。所以羅德里自己因為完全不用社交媒體，他了解外界網絡世界唯一的窗口就是瓦倫蒂娜。曼城的队友就经常開玩笑，別看羅德里在更衣室像個威風凜凜的領袖，回到家他就是瓦倫蒂娜的小跟班兒。羅德里自己曾經接受法國足球採訪，他深情地告白：“我很感激在成名之前就遇到了瓦倫蒂娜，我們一起經歷了最純粹的大學時光。無論我拿了多少冠軍，在他面前，我永遠是那個在宿舍裡和他一起吃外賣的普通男孩。”哈哈，好，羅德里是公認的六邊形戰士，這也離不開過去他在馬德里競技主教練西蒙尼對他的調教。當時馬競決定花費2000萬歐元，將這位自己曾經的青訓的棄將重新買回馬德里競技。這時候羅德里的合同身價就翻了無數倍。而據他大學的室友後來向馬卡報透露，羅德里在得知自己成功簽約豪門馬競的那天晚上，沒有任何的慶祝儀式，他像往常一樣和朋友們待在狹窄的宿舍裡，一邊在微波爐裡熱昨晚吃剩的冷披薩，一邊順口說了一句：“哦，對了，報紙上說的沒錯，我跟馬德里競技簽約了。”朋友們當時都目瞪口呆，而羅德里已經拍拍手，又去吃他的剩披薩了。而當時在比雷亞雷亞爾的時候，羅德里是個戰術素養非常高，腳下技術很細膩，但踢球卻非常乾淨的乖孩子。可我們都知道，馬德里競技西蒙尼的哲學是中場球員必須是鐵血的絞肉機。後來羅德里自己曾經回憶，在馬競的第1年，他就學到了什麼是真正的球場的競爭。西蒙尼對他的要求非常奇葩，那就是在球場上你必須學會當一個壞人，要學會當一個混蛋。西蒙尼逼着他去凶狠的搶斷，去進行身體的肉搏，去用各種小動作讓對手在90分鐘裡感到非常痛苦。羅德里也就是在這裡完成了自己終極形態的養成，從一根軟綿綿的竹竿徹底變成了讓前鋒們聞風喪膽中場的坦克。當時馬德里競技的更衣室擁有着格列茲曼、迭戈·科斯塔，都是性格張揚、腰纏萬貫的超級明星。他們總是開着豪車，打扮也時尚，
髮型和紋身甚至每天都不重樣。但當羅德里走進更衣室的時候，隊友們都傻了。羅德里依然是 T 恤整整齊齊地扎進了牛仔褲裡，就背着一個學生氣十足的雙肩包，甚至連髮型都是最便宜的、最普通的板寸。迭戈·科斯塔等老大哥呀，就經常嘲笑說他的穿搭像一個上世紀80年代的馬德里公務員，甚至還想着試圖強迫羅德里去買點奢侈品的服裝。但羅德里完全不為所動，繼續是訓練後開着自己那輛破舊的二手車，讓馬競的隊友們大跌眼鏡。而這時候因為重返馬德里，他名利雙收，也回到了父母所在的城市，但家庭地位沒有任何改變。在馬競踢球期間，只要球隊放假，羅德里會立刻搬回郊區的父母家去住。每次第二天早上一睜眼，媽媽還是會像他10歲的時候一樣，敲開他的房門，嘮叨他趕緊起床，並且嚴肅地警告：你今天必須把盤子裡的蔬菜、綠葉、胡蘿蔔全部吃完，不許挑食。而羅德里在馬競就只待了1個賽季，卻展現出了現象級的統治力。當時馬德里競技為了防止他被挖走，開出了在當時看起來很高的7000萬歐元的違約金。可是短短1年後，曼城主教練瓜迪奧拉就直接砸下了這筆巨款將他帶走。主教練西蒙尼當時極力挽留，甚至非常罕見地向管理層抱怨：我們好不容易將這個孩子從乖學生訓練成了球場的惡棍，結果我們剛剛把刀磨好，就被瓜迪奧拉把我們的刀搶走了。後來到了曼城，瓜迪奧拉買下他之後，為了讓他接班費爾南迪尼奧，對他的要求極高，高到近乎偏執。在羅德里剛剛加盟曼城頭幾個月，瓜迪奧拉每天在訓練場上像個复读機一樣對着他大喊大叫。瓜迪奧拉最著名的要求是：羅德里，你在場上別給我做那些該死的花哨的動作，隨時轉頭觀察，傳最簡單的球。瓜迪奧拉甚至嚴格限制他在場上跑動的範圍。有一次，羅德里因為積極回防，跑到了邊後衛的位置，結果在場邊被瓜迪奧拉罵得狗血淋頭：你就待在你的中圈，你是我們的定海神針，不是邊鋒。正是這樣的折磨，羅德里成了瓜迪奧拉戰術在球場上最完美的化身。不過在更衣室內部球員們、隊友們仍然吐槽。像格拉利什就曾經在公開採訪說，羅德里是曼城穿搭最爛的球員，沒有之一。平時永遠穿最普通、沒有任何 logo 的灰色或者黑色的衛衣，褲子依然是最死板的直筒褲，而且每次都要把球衣整整齊齊地扎進短褲，每次都要把襯衫扎進褲子裡。像哈蘭德和阿克就經常想開玩笑，想在更衣室把他的球衣扯出來，結果羅德里非常嚴肅地又塞了回去，並正告他們：只有這樣我的核心力量才能更集中。而且曼城的球員們都是極其的熱衷於在各種社交媒體分享生活、分享互動。只有咱們羅德里完全不用社交媒体，簡直就是更衣室裡的原始人。每次隊友們在更衣室裡熱烈地討論某個網絡的熱梗，或者某條關於曼城的轉會傳聞，羅德里往往是一臉茫然地坐在一邊。有一次德布勞內笑話他：羅德里，你如果再不註冊個賬號，你就只能通過昨天的報紙來了解我們昨天去哪兒聚餐了。而此時羅德里的絕殺的回應是：你們在網上活得太累了，我過的是真人的生活。2023年歐冠決賽，羅德里一腳世界波絕殺了國際米蘭，幫助曼城奪得隊史的首座歐冠獎杯，加冕3冠王。那一晚上，整個伊斯坦布爾、整個曼徹斯特陷入了狂歡。可是當格拉利什喝得酩酊大醉準備連續狂歡3天3夜，甚至穿着比賽的球衣去夜店的時候，作為頭號功臣的羅德里只是在更衣室短暫地慶祝了一下。他最想做的事情只有給遠在西班牙的女友和父母打個電話，然後趕緊回酒店睡覺。他後來在紀錄片裡面回憶，拿到歐冠我非常驕傲，但我更期待假期，因為假期意味着我可以把足球完全忘掉，去當一個星期的普通人。只有2024年的金球獎頒獎典禮，羅德里是徹底的放飛自我，瘋狂了一次。當時頒獎典禮結束以後，曼城的團隊和羅德里的家人們在巴黎的一家高檔餐廳舉行了秘密的慶功宴。而這位平時滴酒不沾、性格古板的老幹部，他因為在此前不久的9月份在英超對陣阿森納的比賽中遭遇了十字韌帶斷裂的重傷，所以也是金球獎歷史上唯一一個坐着輪椅來到後台、杵着拐杖上台領獎的殘疾的金球獎得主。也正是因為重傷，所以徹底放開。他喝了許多酒，在酒精和腎上腺素的刺激下，徹底開始玩嗨了。現場的視頻流出來，羅德里坐在椅子上，一邊瘋狂地搖晃着手裡的白餐巾，
一邊和朋友們大聲地高唱意大利的名曲啊朋友再見，啊朋友再見。由於情緒太激動，他們甚至把歌詞改成了維尼修斯再見，來調侃當天金球獎風波的另一個主角維尼修斯。這段視頻後來在網絡上引發了軒然大波，曼城官方不得不緊急刪除了視頻。這也是克制的羅德里職業生涯極少數的瘋狂的時刻。而當時在羅德里領取金球獎的時候，一眾的足壇頂級名流紛紛圍過來向他和家人們祝賀，一起拍照。這時候媽媽最擔心的是兒子的腿，她不停地在旁邊提醒曼城的工作人員，羅德里的右腿已經站了快1個小時了，趕緊讓他坐回輪椅上吧。還有醫生說他的冰敷時間到了。所以這才是真正的母親。在媽媽的眼裡，世界第一人的金球獎杯遠遠比不上兒子的膝蓋康復更重要。而當小將羅德里成為老將羅德里，在國家队在24年德國的歐洲杯期間，當時西班牙隊最火的天才小将亞馬爾只有16歲，他甚至當時還帶着西班牙義務教育的暑假作業去參加比賽。而在西班牙隊備戰基地裡，當其他的球員都在打遊戲機或者刷 TikTok 的時候，羅德里成了亞馬爾的義務監考老師和輔導員。一個本身咱們羅德里是老幹部，另外呢自己在工商管理和經濟學有大學的文凭，有底子。羅德里就經常坐在亞馬爾身邊盯着他寫作業。每次亞馬爾想偷懶去玩手機，羅德里就總會像個古板的教導主任一樣敲着桌子說，亞馬爾先把這頁作業寫完，你如果掛科了，我可不會在主教練面前幫你求情。而隨後24年西班牙奪得了歐洲杯冠軍，全隊在馬德里舉行了盛大的奪冠遊行和慶祝晚會。在面對10萬多狂熱的球迷的舞台上，平時很克制的老幹部羅德里又一次徹底放飛了自我。他當時有些輕微的肌肉拉傷，所以在台上杵着拐杖，但是瘋狂的搖晃，還一把搶過了麥克風，帶着全場球迷瘋狂的高唱一首歌，歌曲的名字叫《直布羅陀是西班牙的》。而這首呢，是一句著名的政治口號和民間的戰歌，背後也牽涉着長達300多年的主權的爭議，可能就有點像咱們華人的那句釣魚島是中國的。這是由於直布羅陀嘛，它是在伊比利亞半島最南端。1713年，當時西班牙在乌德勒支條約中將直布羅陀割讓給了英國，此後的300多年就一直成了英國的海外領地。但西班牙政府從來沒有放棄過對這一塊領土主權的要求。還有這句口號經常和西班牙前獨裁者弗朗哥政權時期那種擴張政策聯繫在一起。但是直布羅陀當地的民眾大概3.5萬人，曾經多次公投拒絕成為西班牙的一部分，所以這一句西班牙人的口號對直布羅陀人來說具有極大的侮辱性和挑釁性。所以羅德里和西班牙國家隊那一次慶祝活動引發了直布羅陀足協向歐洲足聯強烈的抗議。最終歐洲足聯認定了羅德里和莫拉塔違反了基本行為準則和體育道德，對他們處以了停賽1場的紀律處罰。但是愛國嘛，每個人愛自己的國，每個國家又有自己的政治主張和領土要求，所以老 K 倒不覺得有什麼大問題。對了，那一次狂歡的時候，由於羅德里從來平時不蹦迪也不去夜店，所以他的舞姿極其僵硬，極其古板，就像极了在公司年會上被迫表演節目的那些中老年的男性領導。看的隊友尼克威廉斯和莫拉塔在旁邊笑得直不起腰來，瘋狂的用手機錄下了這一幕。在國家队還有一件有趣的事，羅德里是傳奇的西班牙中場布斯克茨最完美的接班人，但2個人交接棒的過程中，当時讓足協工作人員也是非常頭疼啊。因為呢，現在国家隊教練組或者隊長通常會建一個 WhatsApp 群或者其他的什麼群用來發布每天的訓練日程、着裝的要求、開會的時間等等。但因為老幹部羅德里是堅決不用任何社交軟件，所以國家隊的工作人員不得不單獨給他打電話或者發最傳統的短信來通知他。於是在布斯克茨退役以後，羅德里當上了隊長，足協的官員就開玩笑說，我們西班牙隊全隊都在21世紀，只有隊長活在2000年。2024年歐洲杯決賽，西班牙對陣英格蘭，羅德里在上半場不幸受傷，中場休息就被主教練換下，這對任何球隊來說都是一個巨大的打擊。但羅德里沒有在更衣室裡面生悶氣，相反，他光着腳一瘸一拐地走到頂替他上場的年輕中場球員蘇比門迪的面前，死死摁住他的肩膀說，蘇比門迪，現在這個舞台是你的了，你比我更強，上去摧毀他們，把獎杯帶回西班牙。隨後羅德里大聲地拍手鼓勵着全隊。
蘇比門迪後來坦言，正是羅德里那幾分鐘像教授一樣的心理疏導，徹底吹散了自己的緊張感，這才有了下半場西班牙中場的全面統治。而西班牙隊工作人員也透露过一個冷知識，由於羅德里有非常強烈的強迫症，必須要把背心和球衣完完整整，甚至一絲不苟要扎進短褲裡，而且比賽中不管怎麼對抗，絕不能掉出來。所以為了滿足他這個老幹部的習慣，國家隊的裝備庫每次給他準備比賽服，往往會故意將他的球衣尺碼選得比正常的型號更長，面料更扎實，甚至在下擺做一些防滑的處理，這樣才能夠保證羅德里在場上毫無顧忌的真正能夠把衣服扎緊。所以老 K 還想分享一篇羅德里2年前的公開信，許多關於他怎麼使用手機的細節，老 K 也是通過各種新聞得來的。但是我們聽聽羅德里從他自己的角度是怎樣看待生活。公開信的名字叫《感恩足球》。我總是跟曼城的隊友們開玩笑，我不說英式的英語，我說美式的英語，他們總拿我打趣兒，什麼都能調侃一番。大多數時候是吐槽我的穿搭，也就是他們口中我的所謂潮流範兒。偶爾他們也取笑我的口音，但很多局外人並不了解，其實我的英語不是在曼徹斯特，不是在倫敦學的，而是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树林間學會的。我的英語的底色就是美式英語。Hey, what's up, bro? 你懂的，就是這種腔調。在我家裡面，教育永遠是頭等大事兒。父親一直希望我能去美國高中交換1年，但我的足球夢讓這件事落空了。於是在我14歲那年，我去了康涅狄格州在樹林深處的一個夏令營。對於一個馬德里的小孩來說，光是康涅狄格州這個拗口的地名就很怪異。可當我抵達營地的那一刻，我仿佛走進了好萊塢的電影。你看過那種夏天露營的電影嗎？孩子們守着很大的湖，划那種獨木舟，爬樹，睡帳篷，鑽木取火。這裡是一模一樣，圍着火堆烤棉花糖、餅乾等等，再配上巧克力。而夾心烤的棉花糖好吃到令人難以置信。營地裡面沒有手機，沒有無線網絡，孤身一人身處其他的國家，我只能主動去交朋友。你好，我叫羅德里戈，我來自馬德里。我都能腦補出隊友們在一旁笑出聲的樣子。我蹩腳的英語翻來覆去就一句：大夥們，咱們什麼時候踢足球啊？別急，羅德里戈，晚點玩，我們先玩橄欖球。我當時一頭霧水，橄欖球？來吧兄弟，就是 NFL 那種。說實話，我居然還挺喜歡的，玩的也很開心。可我仍然不停地念叨：我想踢足球啊，各位。足球？我們今天不踢足球，夥計。而更煎熬的是，我在營地的時候剛好是2010年世界杯開賽，可連網都上不了，我度日如年。在木屋的辦公室有一台老舊的電腦，我每天都纏着營地的輔導員播報一下比賽的比分。大家應該記得，西班牙第1場輸給了瑞士，我當時以為他們故意捉弄我。瑞士贏了？真的假的？你查準了嗎？而日子一天天過去，西班牙隊的狀態漸入佳境，淘汰賽一路過關斬將。半決賽對陣德國的那一場，我坐立難安。那天我們正好外出划獨木舟，我一遍遍地拉住總輔導員，求你了，幫我查查比分好不好？而等我們終於回到了木屋，有人告訴我，西班牙挺進決賽了。那一刻我離家萬里，卻又感覺和我的故土緊緊相連。相信你能懂這種矛盾的心情。決賽那天我軟磨硬泡，總算徵得了總輔導員同意，用他的電腦看直播。他搬出一台屏幕只有10英寸的迷你的老式筆記本，換作平時我根本就看不上，但那個時候我滿心歡喜，只求能看上比賽。身處秘密的樹林深處，我不知道怎麼連上的非正規的直播員，就這麼圍着一群完全不關心足球的美國人，我看完了整場決賽。當伊涅斯塔進球的瞬間，我當場失聲尖叫，衝出了木屋，繞着湖邊狂奔，衝啊！哈哈哈！西班牙萬歲！而身邊的美國人全都一臉費解，紛紛搖頭。他們看我的眼神仿佛在說：等等，這個西班牙人居然為一場足球賽就哭了。他們無法理解足球對我的意義，只覺得我瘋了。或許我確實有些偏執吧。我的人生始終穿梭在2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一個是足球場，另一個是普通人的現實生活。隊友們總調侃我活得太平淡太普通。說來好笑，要是問我妻子甚至我的母親，他們都會說我一點都不普通。只要站上球場，我就是十足的狂熱分子。大家覺得我普通，大概是因為我從不迷戀社交媒體，
也不在乎動輒400英鎊的潮鞋。從小我追逐的從來都不是名利，我小時候的夢想從來不是要成為球員開法拉利，而是綠茵場上那些偶像的身影，讓我真切地感受到活着的熱烈。在我5歲那年，小區中央有公共的泳池和小花園，整個夏天我的日程循環的往復，踢球、游泳，踢球、游泳，中午回家吃飯，下午再泡泳池，再回到花園踢球。10歲的時候，但凡我的比賽發揮失常，我能一整天不和父母們說話，我沉浸在自我的否定裡。母親看着我，心裡估計滿是疑惑，這孩子到底怎麼了？不過是一場足球賽而已。可足球與我如同戒不掉的癮，很小的時候我就和父母達成了一份心照不宣的約定，追逐足球夢想的同時，我必須完成大學學業。17歲那年，我離開馬德里前往比利亞雷亞爾，同時入讀了海梅伊士大學。大一的時候，我住在比利亞雷亞爾的青訓宿舍，和隊友同住。可滿了18歲，球隊就將你視作成年人，必須得自己出去租房。這時候母親給我出了主意，不如直接去住大學學生的公寓。我當即應允。英國的學生公寓應該也大同小異，就連片的公寓樓，公共的洗衣房、淋浴間、食堂，一排排獨立的房門，鄰居們比鄰而居。而我的小房間裡只有木床、木書桌，沒有電視，沒有遊戲機，僅有一台筆記本電腦。每天清晨去球隊訓練，下午趕回學校上課，夜晚的生活則別有另外一番趣味。畢竟是大學校園，週五夜晚，所有人都會去夜店狂歡。美國人管出門前的小聚叫預熱局。狹小的房間裡擠滿20來個人，有人坐床上，有人席地而坐，放着音樂，喝着啤酒。我和普通學生別無二致，沒人知道我是職業球員，我只是拿着氣泡酒湊湊熱鬧。等到他們出發去夜店前，我便獨自離場。久而久之，有同學忍不住問我，羅德里戈，你怎麼從不跟我們出去玩？一起來呀！我只能如實的回答，我要踢足球，我明天早上還有訓練。哇，這也太沒勁了吧，兄弟！他們總拿這件事打趣我。那會兒我還在2隊訓練，籍籍無名，連個車都沒有。學生公寓到訓練場的車程15分鐘，我負擔不起每天打車的費用，於是每天騎車到電車站，把自行車帶上電車，到站以後再騎車去訓練。後來考到了駕照，我跟父親說，我攢了3000歐元買車，您幫我看看合適的。第二天父親回電，我看中了一輛不錯的，有一位老太太轉讓，標價4000，車裡還帶着車載的顯示屏。我一聽到顯示屏，當即敲定成交。父親把車開了過來，是一台歐寶的可賽。所謂的車載顯示屏只有8厘米寬，只能觸控開關收音機，僅此而已。但我愛不釋手，每天開着它去訓練場，自我感覺風光極了。隊友們不停地取笑我，我卻絲毫不在意，滿心歡喜。第2年，我首次踏上了西甲的賽場，大學同學徹底震驚了。他們說，看電視轉播的時候，走廊隔壁那個一起上會計課的男生，居然身披着6號球衣登場了。他們根本不敢相信那是我。哦，這個人跟我們認識的羅德里戈是同一個嗎？快搜搜他的資料啊！不可能，叫羅德里戈的人太多了，肯定不是他。而我穿上球衣站在鏡頭前，整個人的氣質截然不同。何況我比賽的時候總是一臉嚴肅，不少人一口咬定場上的人不是我。直到我的出場次數越來越多，他們才恍然大悟。哇，你居然真的在西甲踢球！昨晚刚刚跟巴塞羅那交手的人，居然天天跟我們住在同一棟公寓。而西班牙流行着一款足球夢幻經理人的遊戲，名字叫 Comunio， 學生公寓裡人人都在玩。周六踢完比賽回家，同學們喝了點酒，就圍着我吐槽，兄弟，你今天怎麼回事？在遊戲裡只給我拿了3分，搞什麼呀？嗨，我只能笑着連聲道歉。那幾年是我人生最快樂的時光，一回到校園，我就自動切換到普通人的生活模式。學業讓我清醒地看待足球帶來的壓力。更幸運的是，我在學生公寓遇見了妻子，她當時在讀醫學專業，她完全不在意我賽場上的壓力。聽我吐槽西甲戰平了維格塞爾塔這類煩心事，她是半點興趣都沒有。她總能將我拉回現實，冷靜點，不過一場球而已。而在老師眼裡面，我只是眾多普通學生之一。西班牙的大學治學很嚴謹，入學只是為了潛心學習。關在小房間對着電腦的時候，我能夠完全沉浸在課業裡面，徹底忘掉足球。有一回備考，手機調了靜音，休息時才發現20多條短信，50多條 WhatsApp 的信息，
10通未接來電，我瞬間就慌了神，以為出了什麼大事兒，是隊友們打來的電話，我趕緊接起來。我在學校啊，嚯，教練，全隊都在找你，我們要去對陣瓦倫西亞，全隊都在大巴上了。我以為他們是惡作劇，比賽不是明天才打嗎？哦，那一刻我又瞬間清醒，就像做了一場噩夢，夢裡忘了考試，可現實裡我竟然忘了西甲的賽程。我急忙說，讓大巴先出發，我直接去酒店會合。我飛速地套上了衣服，衝出門，開着我那歐寶可賽一路疾馳，活像電影裡的007邦德。瓦倫西亞的酒店離學校1個小時的車程，等我趕到的時候，全隊已經開完了賽前的會議。我那遲到的窘迫活脫脫就像沒有完成作業的學生。足球場上遲到同樣沒有借口。那天我挨了全隊的批評，也確實活該。這件事給我上了寶貴的一課，我必須平衡好球員和學生的2種身份。一路走來，我總在挫折中成長，每一次失意都能拼湊出更完整的自己。在比雷亞雷亞爾，我讀懂了職業球員的真正含義，不只是踢球，而是要擁有完整的職業素養。租借回歸馬德里競技的那個賽季，我學會了什麼叫做極致的競爭心態。效力比雷亞雷亞爾的時候，我腳下技術很出眾，但球風偏軟。在迭戈·西蒙尼的麾下，我學會了在球場上強硬的對抗，化身為對手眼中最難纏的角色，兇狠的拼搶，讓對手整整90分鐘都難以喘息。這是我成長路上至關重要的一課。第2年夏天加盟曼城，這是我長久以來的夢想。做決定之前，我專門請教了布斯克茨，他告訴我，瓜迪奧拉會打磨你的球技的，但他永遠不會停止鞭策你，你的提升將永無止境。布斯克茨曾經在瓜迪奧拉手下出任同樣位置的後腰，斬獲了無數的榮譽。我十分信服他的話，而他所言分毫不差。瓜迪奧拉最獨到之處永遠先人一步，在聯賽的戰術體系完成迭代之前，他就已經革新了打法。如果只安於上個賽季的戰術，只會被對手吃透。曼城能夠連續奪得4屆英超冠軍，靠的是從不固步自封，要麼持續的重新塑造自己，要麼就此跌落。聊起瓜迪奧拉，我總會手舞足蹈的比劃，找一張桌子白板，拿着咖啡杯模擬球員的站位，複刻他的戰術推演。他會拉到這裡，再轉移到那邊，然後你立刻前插，抓住空檔，一擊致命。是瓜迪奧拉補齊了我最後一塊心智的拼圖，用全新的視角閱讀比賽，讀懂場上的節奏，什麼時候前插，什麼時候回撤，什麼時候高位逼搶，什麼時候放緩節奏。瓜迪奧拉給予我的信心至關重要。2019年初來到曼城的時候，更衣室裡坐着費爾南迪尼奧、阿圭羅、大衛席爾瓦、德布勞內，都是傳奇呀。12歲的時候，我還去馬競的訓練場看阿圭羅的訓練，他是我的兒時偶像。如今竟然和我並肩坐在更衣室裡，這難以置信。而阿圭羅、奧塔門迪總是拿我開玩笑，不止吐槽我的穿搭，更是笑話我每場賽後都要和妻子視頻通話。我常年要四處征戰，而他學醫，課業繁重。我們異地相守了多年，視頻通話是維繫感情唯一的方式。無論輸贏，賽後我都會打視頻。贏球的時候，隊友們喧鬧慶祝，沒人留意；可一旦輸球，全隊垂頭喪氣，車廂裡一片死寂，我卻毫無顧忌，照樣和妻子在聊天。哦，說實話，我今天踢得稀爛，打平了，我心裡挺窩火的。不說我了，你今天過得怎麼樣啊？而我第一次這麼做的時候，阿圭羅和奧塔門迪把我拉到一邊，提醒我別在大巴上這麼直白，瓜迪奧拉和所有人都聽得見。但是每場賽後，我依舊毫無保留地和他通話。今天我還行，今天贏了，但我的發揮一般。你正在看什麼電視劇呀？你晚飯吃了什麼呀？我和妻子，我們像熱戀的少年。隊友們煩透了，總搶我的手機。晚點再打，羅德里，快掛電話，回頭再聊。他們恨不得要沒收我的手機，我卻毫不在意。走下球場，我只想回歸最真實的自己。許多人誤解了我的這一面。職業球員免不了商業宣傳、媒體包裝，塑造出固定的人設，而我的標籤是學霸中場。有一次拍攝寫真的時候，工作人員提議，你抱幾本書吧，營造泡圖書館的那種氛圍感。當照片流出以後，大學朋友紛紛發來消息吐槽，不至于吧，你根本就不愛看書嘛，哪來的學霸人設？所以社交媒體呈現的形象未必真實，生活遠比鏡頭裡更複雜。近幾年的曼城收穫了無數的榮譽，但光鮮只是一瞬間，順境裡大家只會享受喜悅，唯有深陷低谷的時候，承受煎熬的時候，
人才會真正的成長。2021年歐冠決賽，我們不敵切爾西。賽後，我走進家屬區，看見了父母和兄弟，我一句話都說不出口，仿佛回到了10歲那年，滿心的壓抑。那一刻，我暗下決心，絕不再體會這種失落，唯有加倍的訓練，唯有不斷的變強。後來我們登頂歐洲，稱霸了聯賽，沒人再提起2021年那場失利，但它才是我人生最重要的節點之一。所有的榮耀背後是長年累月的掙扎和沉澱。2023年歐冠決賽那粒制勝的進球，並非精密的計算，而是20年踢球沉澱出的本能，是小時候在後院踢球刻在骨子裡的直覺。貝爾納多·席爾瓦送出傳中以前，我距離落點很遠，轉播鏡頭甚至捕捉不到我的身影。皮球本就不可能落到我腳下，我本應該原地不動，可我就下意識往前邁了一步，沒有任何思考，99%的傳中都不會飛向我。可心底有個聲音告訴我，這一次機會屬於你。我跨步前插，皮球經過了折射彈向了我。倘若我就少跑那一步，一切都來不及。可皮球飛向我的瞬間，無數的念頭在腦海一閃而過，球來了怎麼處理？發力的勁射，一擊制勝啊，等等等等。全場只有那一次機會，你務必要射正門框，要回到小時候在後院裡踢球的那個自己，輕輕的推射破門，球來了就一腳推射吧。一切就在電光火石之間完成。進球後，我衝向了球迷，滑跪慶祝。可下一秒我清醒過來，還有20分鐘，煎熬還遠沒有結束。這就是6號位後腰要有的思考。剩餘的20分鐘，我們苦苦死守。當中場哨響的那一刻，我追逐了一生的圓滿終於降臨。喜悅從來不只來源於一粒進球，而是全隊90多分鐘並肩苦戰換來的勝利。是為了一路支持我的球迷拿下的3冠王，是看見了身披曼城圍巾的那些孩子們展露的笑容，是你擁抱家人，告訴他們我們做到了。這就是足球帶給我極致的感動，這也是我們堅持踢球的全部意義。歐洲杯的賽場同樣如此，命運格外的有戲劇性。決賽的下半場，我只能坐在替補席觀戰，我第一次失去了場上的掌控權。而賽前，我給自己定下了目標，我要承擔更多領袖的職責。我不算隊內資歷最老的球員，但隊裡面新生代的球員年紀還小，我希望幫他們扛住大賽的壓力。看看亞馬爾，看看尼克威廉斯，在夏天大放異彩，我由衷的欣慰。17歲、22歲的年齡，在全國觀眾面前扛起球隊，這多麼難得呀！他們如果知道我當時那個年齡的窘迫，一定會無比的震驚。而當我坐在替補席看決賽的下半場，那種感覺就像坐在時速200公里的汽車上，手握着方向盤，掌控一切的時候，你毫無波瀾。可當你坐在了副駕駛，全程都是心驚肉跳，就像坐過山車一樣。第85分鐘，我們破門得分，我衝到了場邊，擁抱着奧亞薩瓦爾。我當時的速度甚至超過了上半場在場上奔跑的速度。為祖國出征奪冠，這是完全不同的感動，思緒一下子就把你拉回到童年。小區的游泳池，後院裡踢球的時候，騎車趕電車訓練的時候，當年在奧涅狄格州，在樹林間為了西班牙的世界杯奪冠狂奔的時候，落淚的時候，那一刻你明白，喜悅不只屬於一座城市，而是整個國家，跨越了所有的年齡層。無數的小孩第一次體會到這種沸騰。亞馬爾攻破了法國的球門，奧亞薩瓦爾絕殺了英格蘭。這樣的夜晚，千千萬萬的孩子們瘋狂奔跑歡呼，哈，西班牙萬歲！我太懂這份純粹的狂喜了。讀書鑽研經濟和會計固然珍貴，但沒有任何事物能像足球一樣直擊人心，唯有足球擁有這份力量。感謝父母們督促我們勤學奮進，感謝是足球賦予了我們無限的夢想。羅德里，哈哈，好，回到比賽本身。這次西班牙為了追逐自己世界杯的第2顆星，過去和比利時兩隊歷史交鋒23次，西班牙12勝6平5負。目前西班牙队本屆世界杯前5場保持不敗，而且沒有失球。門將烏奈西蒙的不失球紀錄已經延續到609分鐘。而比利時隊整個晉級的過程更加戲劇化，他們現在最大的傷病是阿馬杜·奧納納。奧納納在對美國一戰膝部重傷，這也是目前比利時隊最重大的打擊。戰術對位方面，西班牙的核心仍然是中場控制和高位反搶。羅德里作為單後腰和支點，佩德里和奧爾莫負責壓縮中路，切斷對方傳球的路線，並且在內部區域給奧亞薩瓦爾提供接應和射門的環境。
亞馬爾在右路負責單挑和內收，這會牽動比利時左後衛和左中衛的協防。而比利時的思路就更直接，他們需要利用快速轉換攻擊西班牙高位防線的身後。在奧納納缺陣以後，蒂勒曼斯和拉斯金或者瓦納肯必須更加有紀律地保護自己的後防，而且要盡快將球交給中場，再由鋒線去衝擊西班牙的防線。比利時的門神庫爾圖瓦就提到過類似的思路。西班牙雖然控球很強，而且丟失球權後壓迫也快，但他們的身後是有空間的。比利時只要做好自己防守的紀律，並且利用這些空間。所以第一個關鍵區域是西班牙右路的亞馬爾對上了比利時左路。第二個是在羅德里身前的內部區域，比利時的中場球員如果在這裡能接到球，那麼反擊的威脅會明顯上升。第三是比利時在奧納納缺席以後對中場的保護區，如果蒂勒曼斯和瓦納肯被西班牙隊連續的拉扯，那德凱特拉雷可能被迫後撤，反擊的距離會變得更長。總之這場比賽會非常精彩，老 K 提醒大家看比賽就盯準罗德里就可以了。他既是西班牙隊整個球隊的陣眼，而且看足球比賽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當你開始熟悉一個頂級6號位球員不斷的左右擺頭觀察，還有他如何零點一個假動作的移動，又如何到達線間區域，就是離自己身邊對方的3-4個球員，所有人都離你最遠，就不知道誰來盯你的時候，你就會開始看得懂足球戰術最精妙的細節。就像看國際象棋和圍棋一樣，所有布局的思路瞬間，那妙啊，真是妙不可言。好，提醒大家能不能點個讚，在留言區留下您的評論，同時也感謝您的訂閱、熱推和分享。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咱們明天再見。